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仔。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1个半月前买的一个新玩具 Roborock S7 扫拖两用机器人。之前我们家用的扫地机器人是 iRobot 的 Roomba i7 Plus， 买了有3年了。它带有一个能够自动清理灰尘盒的基座，有一定的导航能力，没电了也会自己回去充电，然后继续工作。平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维护。不过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它的导航能力只能算是一般般，平时经常把自己困在一些小角落里面，而且它还没有办法避开地上的一些小东西，很容易把它们推到不该推的地方，或者把它们缠到自己的滚筒里面。其实用久了还蛮烦的。于是1个半月前，我斥巨资买了这一款扫拖两用机器人，它的全称其实挺长的 ，Roborock S7 Max V Ultra。它分为2个部分，机器人和它的基座。我们先从机器人开始介绍起吧。既然是扫拖两用，我们来先看它的底面。它的上半部分就是用来吸尘的，跟大部分扫地机器人一样，它上面是个转向轮，这是一个5个刷子的边刷，它整个刷子都是由橡胶构成的。它的主刷也是全橡胶的，两边有2个主要的驱动轮子，整个系统像一个悬挂，可以随着地形的高低来进行变化。我买它之前在油管上看到了很多扫地机器人的测评，结论是这款扫地机器人无论是它的吸力、它的除尘能力，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指标，在行业上都是属于很顶级的表现。我自己平时在家用它来打扫猫砂、猫粮，还有各种各样咖啡粉之类的小颗粒，它都表现得很好，清洁起来毫不费力。另外，它的吸力自己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房间来进行单独的调节，而且它能够自动检测地板的类型。平时在木地板上，它的吸力自动就不会调很高，但是一旦它发现自己上了地毯，它就会兴奋的像一个200斤的孩子，自动开启超强吸力模式，还挺智能的。它的下半部分就是它的抹布了，它自带了一个小水箱，能随时保持抹布的湿润，而且官网上说它每分钟能震动5000次。加强清洁能力，到底效果怎么样？等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知道了。这块抹布平时不用手动安装或者拆卸，它在木地板上自动使用抹布。上了地毯以后，它抹布会自动抬起来，以免打湿地毯。而且每次抹布用脏以后，它会自动回到基座去清洁它。等洗干净了，它又自动跑回之前的位置进行清洁。总之该干的不该干的，它都帮你干了，基本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了。关于它洗抹布的细节，等我介绍基座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说说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自动抬起抹布的功能只对短毛地毯有效。遇到像我们家客厅这种不可理喻的长毛地毯，它即使屁股翘得再高，抹布还是会蹭到，所以每次吸完地毯以后会有一点点湿湿的，但也就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，也不会弄脏地毯，所以我一般也就不管它了。相对我们家的 Roomba， 它真的是全身都是传感器。首先它的顶部是一个 LiDAR 传感器，也就是经常用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的传感器。前方有一颗 3D 摄像头和一个彩色避障摄像头，碰撞检测。底部的跌落传感器也是都有的。那这么多传感器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它的建模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，基本上冲出来在家里转2圈，家里的整个轮廓它就知道了。然后它会很聪明的跑到一些之前没有看到的小角落，再仔细观察一番。我整个客厅加厕所不到10分钟，它就能完全建立出一个3D 的地图。而想起之前的 Roomba， 可能一次扫描1个小时，还得扫描2次，它才能够完全把地图建立起来，差距啊！然后它能够很聪明的避开地上的很多小障碍物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功能。它通过自带的摄像头以及机器学习功能，能够很准确的识别眼前的障碍物，甚至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然后通过路径规划绕过去。如果你想的话，它还能把障碍物拍下来，让你之后翻看留影。就比如我们家地上经常出现的狗玩具啊、猫粮的碗呢，以及一些其他不该出现的东西，它都能很从容的绕过去，不会碰到。就比如说，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拿假的狗便便来做实验，我们家恰好没有假的狗便便。之前我用的 Roomba， 每次开机之前我都得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清好，免得地上的东西缠到机器人里面。而现在它有了避障，才能够实现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，根本就不用任何准备。所以最后神奇的发现，用它来打扫卫生的概率变高了，我们家变得更干净了，棒！最后它的前面还有一个灯，在黑暗的地方它能够自动打开，虽然作用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它的萌点还是在的。其他的结构，它后面自带了一个小水箱，平时用来打湿抹布用的，而且清洗抹布的时候会自动填满。然后上面能够打开，然后这就是它的灰尘盒了，其实还挺大的，不过它有自动清空功能，所以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然后盒子里有它的滤网，哇，怎么这么难开？然后顶部有3个按钮，用来定点清洁或者让它回家用的。不过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平时也不用管，有个基座和手机的 app 就完全能进行管理，所以呢我也就懒得介绍了。好了，机器人介绍完了，我们来介绍底座吧。
我靠，这个还蛮重的呢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它的基座。它分为3个盒子：灰尘盒、清水箱和污水箱。这个机座放在家里虽然不算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整洁的，感觉瞬间成为了家里的镇家之宝。它的灰尘盒其实就跟市面的吸尘器一样，每次清扫完以后会把机器人里面的灰尘都吸进来。它的袋子也是属于很聪明的设计，拿出来的时候自动封口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灰尘漏出来。官网上说这个袋子能用7个星期，不过可能我的吸尘概率不是很高，目前买到现在1个半月也没有换过，感觉里面其实也没有太满。它的自动清理成盒功能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基本上每次都能吸得干干净净，即使有什么残留，下次清空的时候也肯定能把它全部洗掉。跟所有的扫地机一样，它清空的声音还是挺大的，可能比我之前的 Roomba 稍微小一点点吧。不过有个人性化的设计，就是你可以在它的 App 里面指定某一段时间作为安静时间，所以如果你平时有喜欢在自己睡觉的时候让它自动清洁的习惯，它也不会吵到你。然后这款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自动清洁抹布。这个是清水箱，平时装满一次性可以使用5到6次的清洁吧。它里面的水一部分会灌到机器人的水箱里面作为润湿抹布用，另一部分就用来清洁抹布了。这也是它主打的功能之一。每次抹布脏了以后，它会自动使用这一套系统来把抹布洗干净。所有清洁完的污水会存到这个污水箱里面，所以它的清洁效果还是蛮令人满意的，感觉至少比我手洗抹布会干净一些。不过呢，抹布是一种消耗品，所以觉得实在太脏了，换掉就好了。它的官网上其实还有一个抹布的烘干模块，不过目前为止官网上一直显示着断货，不知道北美这边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。其实买不到也没关系，因为平时洗完抹布以后，它会自动的退出来，转个180度，屁股朝外，再慢慢的开进来充电。而因为它这里是一个斜坡，所以平时充电的时候，抹布是悬空晾干的。感觉就凭这一点细心的小设计，我都不得不为它点个赞呢，表扬2分钟。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，它的清水箱和脏水箱全部都是密封的，所以平时即使脏水放了很久，也不会有什么味道出来。不过呢，个人不太推荐把脏水放太久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放了太久再去倒它的话，到时候那个味道还蛮上头的。味道，气味。好了，介绍完这么多，来说说它的清洁能力吧。首先，它的导航能力特别的强大。它的习惯是每次清扫一片特定区域的时候，先围绕着那一圈的边缘转一圈，然后会以直线一条一条的扫过来。基本上它能够开到的地方都能够覆盖得到，很少出现什么死角之类的。遇到障碍物，它会选择绕着它转，这样子也能保证它的覆盖面尽量的广。我们家客厅加厕所的清洁面积大概45平方米左右，一般消耗50分钟能够完全清洁干净。对比之前的 Roomba 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，中间还得充1次电。吸尘的能力方面，大部分的猫砂、猫粮以及其他常见地上可能出现的东西都能够吸得很干净，而且对偶尔掉在厨房地上的洋葱皮啊、蒜皮啊、辣椒粉啊之类的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拖地方面，平时拖完地以后，地面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灰尘，而一般的鞋印啊、厨房里一点点油渍啊，它也能够很从容的处理掉。不过如果它的污渍实在是太顽固，或者已经完全干在地板上了，可能拖那么1-2次还不能够完全拖干净，这个时候就只能手动来了。做一款2022年市场上的旗舰机，它的手机 App 当然必不可少。我也简单说它有什么功能吧。首先，它的地图分为3种模式：普通的平面图、3D 立体图。对，你还能够自己把家具拖上去。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魔性的矩阵图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什么用，但是觉得它很好玩。而且机器人在清洁的时候会实时显示它的位置，而且会把它的清洁路径以及清洁过的区域全部标出来。通过 App 你还可以设置它的虚拟墙、禁区，也可以手动设置地板和地毯的类型，让机器人更快的识别出来。另外，扫地机的大部分的功能也可以设置，比如它的避障功能、拖把的升降功能、洗抹布的间隔等等都可以自定义。它还能够远程视频监控，而且还能实时对话。Hello。它可以手动遥控在家里开来开去，也可以指定让它到定点的区域进行定点清洁。更贴心的是，它还帮你记录了所有的部件的使用情况、它的寿命，还会提醒你什么时候需要更换，是不是很智能？维护，我个人感觉这款扫地机其实也不怎么太需要维护。官方上好像说它的刷子和它的这个小刷头大概每2周清洁一次，主要是把头发都剪出来了。不过因为我没有什么头发，所以缠在上面的大部分都是地毯的毛吧，感觉其实清理起来还挺方便的。其次是它成盒里的滤网，自己估摸着太脏了，抖抖灰或者是用清水清洗一下就好了。反正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清洗过，感觉还行，不算太黑。
至于它的基座呢，平时也就这一个滤网需要清理，大概1个月1到2次，反正我到现在也就清理过1次。最后注意污水箱，每次倒水的时候，我都会用清水把水箱周围冲一下，其实也就是顺便的事儿。它的优点之前说了这么多，应该也不需要强调了。主动避障，合理的路径规划，清洁能力强，不需要手动安装抹布，自动清理成盒，自动洗抹布，能帮你写代码，等等等等。它的缺点非常明显，贵，非常贵。我们就说市面上没有几款扫地机能比它还贵的。不过，如果你已经决定买这款黄金至尊旗舰版扫地机器人，那我觉得就综合能力而言，市面上也没有几款机器人能超得过它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这都是我使用了1个半月以后的亲身体验。反正石头也不会给我钱，不过我对它还真的挺满意的。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